闹得先生来公司还适应吗？嗯，设计部的同事对他都很热情，配合度也很高，已经开始做下一季度的设计研讨了。那就好。老大，闹得先生这两年很受欢迎，我对我们下一季的新品非常有信心。秦野，他最近还好吧？秦野他，我看你最近都没有在公司加班打发时间了，是去找他了吧？啊，不过我去他那儿都是下了班以后，我没有占用工作时间的。这我当然知道了，你做事一向都很有分寸的。秦野他现在在找办公地址，不过进展不是很顺利。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老大你也知道的，秦野他是辞职走的，如果他要知道您在帮他，他肯定会不开心的。那行吧，你也要注意休息啊。嗯，我今天下午也没有什么事儿，我放你半天假。放我假？嗯，去吧。啊，老大你太好了，谢谢老大。那我走了。邵总，这是您要的手冲咖啡。等等，邵总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为什么这几份I3文件还在这儿？啊？不会吧，邵总，我记得我今天……你记得什么呀？难道连这点小事也要我亲自去做吗？嗯？不是邵总，我今天真的把这文件都给舍令了。那你可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他现在还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吗？可能是那会儿他去找沈总请假，然后他可能没留意就放在我桌上，我一时不小心。不要再给我推卸责任了，可以吗？这些文件今天早上就应该被审批的，你自己看看时间，现在已经几点了？还有Celine他人呢？为什么好端端的请假？说呀！好像听说他去秦野那边帮忙了。他去帮秦野的忙，那我们公司的忙谁来帮呢？这种理由也能批假？公司能不出问题吗？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送文件去！哦，好，那邵总，我先去。文熙，帮我倒杯水。进来。沈总，这些文件需要您签个字。好。沈总，我看您最近挺辛苦的。谢谢。没关系，Celine都跟我说了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吩咐我。好，谢谢你，去忙吧。行，那我就先出去了，你忙啊。喂，现在时间还早吧？哎呦，我好可怜啊！今天你走之后啊，班里一帮脑残粉啊就来针锋上闹事儿，我就不小心给扭到脚了，抱歉啊，今天晚上不能跟你出去吃饭了。那都没关系，你还好吧？不好，一点儿都不好，脚肿得跟个猪蹄儿一样，都不能自理了。要不送你去医院吧？哎，不用，只是现在家里没有药，
哎呀，想喝杯水，都没有人给倒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去找你。嗯，我等你啊。霍老师，您急着叫我来，是法国事情有进展了吗？法国的事没有进展，只是啊，我最近得了一点好茶，让你来尝尝鲜儿。我可不太懂茶，您可别心疼我糟蹋您的茶。这品茶呀，如果仅仅停留在口感上，那可就落得下层了。关键是品的是心境。你尝尝。只有内心平静，才能获得恬淡的心境。哎，我可没到那境界，说不定还到不了呢。你的心啊，还不够静。听燕说你最近想创业，你为什么不留在燕身边帮他呢？我想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品牌。你在 Alice 做得很好，也可以说 Alice 就是你的品牌啊。Alice 不属于我，这您很清楚。是不是因为伊恩对你的态度啊？你对他付出了那么多，而他只是把你当做好朋友。我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求回报，我只希望他幸福，不受到伤害，所以我选择离开。你这话我可听不懂了。黄老师，你就别问了。其实今天您不叫我来啊，我有事求您帮忙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我想把我在 Alice 1%的股份转让给您。怎么了？你缺钱？是，我缺少启动资金。如果您愿意这1%作价500万，明天我就把钱转给你。谢谢您，霍老师。我明天就把股权转让协议书拿来。股权我不要，钱你拿去用。那不行，这钱我不能收。当初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就是帮助你们创业。我相信这次的决定也是正确的。霍老师，我说过，我要靠自己，我不能白白收您的钱。股权留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，还是留在你那里，在股东会上帮助伊恩吧。谢谢您，霍老师。这钱算我借的，我一定会还。谢就不用了，只要你们都好，我就安心了。你比我想象中的快，快进来吧。哎呀，怎么就这么一会儿变成这样了？哇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不，坐下。哎呦，我的天！我看看。哎呦，这怎么搞的？怎么伤成这样？别提了，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，什么叫脑残粉儿。这件事情怪我了。如果不把Benny的视频给你，让你发布出去，也不会闹成这样。有因就有果啊。这么说，我叫你来是对的了。看来今天晚上的饭是吃不成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赖账，改天我再请你。OK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冰块在哪儿？啊！哎呀！你先忍一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呀，算，不弄了。不是，你要干嘛？你都伤成那样，你要干嘛？哦，对不起。不是你干嘛去啊？我想喝酒。喝酒？这个时候？喝酒可以缓解一下情绪啊。哎呀，行，你坐这儿，坐好。哎，真是服了你。别动，慢点。
这爱情啊，又像红酒，又像毒药，对吗？大概吧。爱情，让人上瘾，想戒却戒不掉，既渴望又恐惧。你怎么那么懂啊？你一定有很多故事。不如今天就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呗。我的，关于什么？爱情。我就不相信你没有谈过恋爱。如果我说出来，你一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。真的假的？你真没谈过恋爱啊？别吓我啊！活到现在，只有那么一次。一次啊？那一定是刻骨铭心的。可能吧。那段感情维系了有6年，我以为会是一辈子。有一天我过生日，我用我自己亲手设计的戒指向她求婚。然后呢？她答应了，我们就一直那么抱着。我以为会是永远。可是，他却和我最好的朋友。这么俗气老套的故事，亏你编得出来。你不相信？我当然不信了。如果他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了，他干嘛要答应你的求婚呢？对吧？难不成是分手仪式啊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那段时间我们的意见一直有分歧呢？有分歧，有分歧，他干嘛还要答应嫁给你啊？他既然答应了，一定是爱你的呀。那我看到的又算是什么？你那天是不是喝酒了？眼睛花了吧？怎么了？被我说中了？其实，这只是我朋友的一个故事，也许是他在跟我讲的时候就在骗我呢。你那么聪明，谁能骗得了你啊？能骗得了你的，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其实人都是这样的，对于不熟悉的人，心里都会有提防，但是恰恰骗我们的都是身边最熟悉的人。没必。哎妈呀！啊，这样舒服多了。刚刚一直在用手撑着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天生有一种魅力，就是无论他做什么，身边总会有一群人支持他、呵护他。就比如说伊恩，可惜，他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你说叶齐雷啊，他永远住在伊恩的心里。我也好想有个人能够爱我、呵护我。我不需要什么6年，哪怕5年，5年就行了，
真的。过年就行了。再见，小姐，是要租房吗？啊，对，这附近的商务楼都什么价格呀？这一片的商务楼基本每天每平18到10块。那300平，1个月至少得7万多。啊，那面积最小的多大呀？其实都差不多。啊，那太贵了。有没有便宜一点的？你预算是多少？啊，300平左右，租金要在3万以内。您这个价格在这可找不到。哎，等等，小姐，我想到了一个，就是距离有点远。你看一下合不合适？这个租金在3万以内。哎，这个不错哎。哦，到了。到了。280。给您300。来，攒您20。啊，谢谢。河水路157号。电西砖瓦2厂。哦，真的是一个好古老的砖窑厂。不过这些钢结构和老旧的窑厂相结合，好像赋予了这里新的生命。办工作室的好地方。行，没什么问题，我就签了。这个是定金，你点一点。行，合作愉快。哎，您留步吧。好，我就先走了。慢走。哎，好。您好，请问您这里是出租吗？是啊，不过我们这里已经租出去了。啊，就租给那位先生。刚租出去啊？是。哎，您看还有的商量吗？我也特别想租您这儿。这不好。我刚收了他的定金，如果反悔，那就成违约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。哎，那走了。地方环境不错，我马上回去了，回去给你看合同吧，好吧？
我去，真走了。秦野，秦野，哎呀，你快点的吧，好多人都看上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去哪儿啊？你去了就知道了呀。哎，你快点的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好多人都看上了，走了。来，请。先生，我们这里的环境结构是没得说的，您上来看看，还满意吗？很不错。哎，有品位啊！没想到你能找到这样的好地方啊！你是应该谢谢这位小姐，她呀够热心的了。新城的人不多了，我就是冲着她的这份热情才租给你们的。哎，你看看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哎，钥匙收着。先生，我预祝你们在这里大展宏图。谢谢。谢谢。好了，有事电话联系。电话联系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这里就叫外衣工作室，怎么样？秦野的野。外衣，听起来很像艺人的名字，很好听。啊，确实，也是老大的名字。我会把这里好好设计一下。你真的喜欢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请我们的大工程好好吃顿饭。走。哎，那说租金多少来着3万。3万？便宜吧？不是，我还是觉得有点贵。其他地方要7万5，哎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他来干什么呀？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小心点。你来干嘛？你很怕我来找你啊？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如果我是你，就没有脸出现在沈英面前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叶齐雷躺在医院里5年了，都好好的，怎么你一出现他就死了呢？你还编造一个什么外国的神秘男子，有意思吗？我再和你说一遍，齐磊不是我害死的。哎，这句话你跟沈英说的一模一样。你对英说些什么？我跟他说是你害死了叶齐雷，你不用紧张，他根本没相信。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不许你再接近伊恩。有什么是冲着我来？哎呦，你们的感情还真是让人感动啊！你保护他，他相信你。上过床的感情真是不一样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啊？那我再说一遍：5年前你跟沈嫣在马赛，不是上过床吗？心虚了。哎，5年前你是不是为了想得到沈一恩，所以对叶齐磊痛下杀手？你就算得到沈嫣的人，你能得到她的心吗？秦野，我告诉你，你只有一句话说对了。
就是比不上一个死人。我没有，我是安言，可是我不会变态到因此而杀人，更何况他是我的好兄弟。好兄弟？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儿的？你背着叶启磊跟沈英上床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兄弟是吗？那只是个意外。 又发作了吗？嘿，药呢？药呢？你疯了！你有必要这样折磨你自己吗？你不是要我证明给你看吗？清醒一点，清醒点！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了。我该做什么？我很强。 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。您好，欢迎光临 Alice。 好，很好，效果非常好，你们辛苦了。可以发布了吗？我现在就去跟沈总汇报，等我消息。好，那我们赶紧去做事吧。进。沈总，成功了。什么成功了？艾三。 稳定性测试了吗？还没有，刚解决完技术问题。马上开始稳定性测试，我要确保没有任何的纰漏。好。另外，我们要针对 I3进行立体式宣传，要先预热市场。好，你放心吧。稳定性测试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式推向市场了。 1, 2,
3, 4, 5, 6, 7, 8, 9, 10。美女，嗨。第一次来。是啊。我看你的身材练得很不错，我觉得最多也就是稍微塑下形吧。哦，是吗？像我们亚洲人，尤其是亚洲的女性，可能不太适合像老外练得那么生猛。像你这个身材，稍微练出点线条就完美无缺了。那你觉得我怎么练才能练出线条呢？当然，你不能像我一样，女生嘛，女生应该女生应该这样。来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过来，美女。好。这边。就这个动作而言我们要双手抓紧，小臂放松小臂放松。我们用我们的肩膀带动。哇！慢慢的放下，注意手腕不要动手腕不要动。OK， 好，注意抬头挺胸，抬头挺胸收腹。哇，好棒啊 ！OK， 好，抬头挺胸收腹，手手抓紧。好，第二个。好棒啊 ！OK， 注意注意，我们的双手一定要抓紧，小臂不要过多的发力，用我们的肩部来带动。OK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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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副总编。社长啊。知道今天为什么找你来吗？您从国外调查还没有结束，突然回国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？国外有几家大型的传媒公司，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，想要联合收购针锋上，并且开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。您不会答应了吧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，现在纸媒的生存空间受到网络媒体的严重挤压，针锋上这几年的利润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。那您的意思是？1周之内，我要看到针锋上转型的方案。如果方案可行的话，针锋上会继续保存下去，并且你将会成为针锋上真正的总编。那结论相反呢？那样的话，我就不得不忍痛卖掉它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好好玩吧，以后有的你忙的。你说他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老板体恤员工，要你好好玩啊。我有那么 low 吗？那个健身教练有什么好玩的？喂，健身教练怎么样？健身教练好歹身体健康啊。哎，你会不会聊天？站在哪一边呢？不会聊天，出去。又叫我出去？难道社长跟你说的，你不想跟我聊聊啊？跟你聊什么？要是能跟你聊明白了，你就当主编了。有什么的？大不了我重新陪你找工作啊。你说的倒轻巧。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不过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。要是这事情成了，你就不再是副主编嘞。你先出去忙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好吧。
是而言，可是我会变得到因此而杀人，更何况他是我的好兄弟。你背着叶启磊跟沈英上床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兄弟是吗？这是个意外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了。 可以和你聊聊吗？请进。下去坐吧。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说，不如看看电影再说。你还是先看吧，我一会儿再来找你。你对女主出轨这件事情怎么看？也许，在很多人的眼里面，让杰西卡和罗伯特的爱情十分感人。不过，不管怎么感人，在我看来，都改变不了女主的背叛和出轨。 说到底，这并不是什么爱情，只是一场荷尔蒙分泌过剩的激情。看得出来，你很讨厌那个女主角的行为。那如果这个电影换作是男人出轨的话，你还会这么认为吗？无所谓，因为很多男人都这么做，我当然不接受。 你呢？虽然我很欣赏这部电影，但是我也并不赞同女主角的行为。如果是我，我会告诉对方我不爱他了，结束了前任的关系，才会考虑下一任的恋情。你很自信了，这叫自爱。 我不能让不自爱玷污了爱情的纯洁。叶，嫁给我。只顾向前走，忘了看四周。你疲倦了没有？有没有烦忧？这么大的地球，足够我们回头，足够回首千百万次。如果你的前男友现在就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我会放弃我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只要他能回来。 这世界的每个角落，连同失散的这个我，全都归还到你的手里，弥补了蹉跎。你就开始看看我，快起来！你快起来！你不是要报复我吗？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你起来！你起来！快乐都有个我。你要干嘛？你放开我！要干嘛？放开我！你放开！你想死是吗？我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，我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对我。
步向前走，忘了看四周。你疲倦了没有？有没有烦忧？这么大的地球，足够我们回头，足够回首千百万次，遗憾累成几层楼。这世界的每个角落，连同失散的这个我，全都归还到你的手里，弥补了蹉跎。那曾不得已的逃脱，给生命留下的曲折，以后的生活，坎坷或快乐，都有个我。最颠簸的那条路，引着我尝命运的幸福痛苦，没想过回头。这世界的每个角落，连同失散的这个我，全都归还到你的手里，弥补了蹉跎。那曾不得已的逃脱，给生命留下的